不是说好保证11点到站吗？啊，你们看现在几点了？党国的专列都迟到，这像什么话呀？要这个调度主任有什么用？我去看看。哎，我问你，车站调度室是怎么说的？啊？不是，南京那边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粮食运不到，明天你们自己到警备司令部报道去。哼，混账王八蛋！你平时不干事啊？刀架在脖子上了，死不行的东西！编一队。哎呀，我看着你们就高兴，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你们要辛苦一点了啊！上面都交代了，今晚听老站长的。好，先派2个弟兄去调度室，把调度室主任给我抓来。另外啊，其他的弟兄严阵以待，听我的命令。到时候我说抓谁，立刻就给我抓啊！明白。嗯，跟我来。是。局长，局长，我把这个调度主任给你请来了，你亲自问他。你是主任呐？我就是。抓起来！啊！哎呀！马局长，有新命令。哎，等等，你让他说，说。我刚接到电话，说运粮食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还说这车上的粮食大部分都是军粮，要等到国军第4兵团他们的运输车队到了之后，我们才能……什么？军粮？第4兵团什么车队？乱七八糟的！你跟老子说清楚了。一共2个电话，第一个是天津打来的，说这趟运粮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第2个电话是国军第4兵团司令部军需处打来的，说这个车上的粮食有800吨是运给国军的，让我们必须等他们的运粮车队到了之后，然后听见没有啊？那1000吨粮食是我们的啊！他第4兵团还要拉走800吨呢啊！狗娘养的养子公司，好啊，好，黑的好，敢涮老子！哎，那个方大队长是不是在粮库等粮呢？报告局长，是，他们早就在仓库等着验收今晚运来的粮食。局长啊，我把那宵夜啊、茶呀都准备好了。混账王八蛋！我谁让你说这些呢？赶快打电话，请方大队长他们大队马上到这儿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第4兵团要抢学生和老百姓的配给粮，赶出去！局长，我能不能不说国军第4兵团来抢粮啊？来，给我拿把枪来。交。你给我拿着。局长，拿不拿？我拿。我告诉你啊，这枪可上膛了。12点前，方大队长他们大队要不到这儿，你就自裁吧。局长，12点钟之前我肯定把方大队长请来。局长，这个我不会使啊。快点去啊！是，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过来，把车队调过来，开到大门口去，把大门给我堵上。如果今天晚上第4兵团的拉粮车进来1辆，我告诉你，你也自残去。走吧，快，跟我这快！今天晚上恐怕要有一场火拼呢。不过你们放心啊，我给你们站长打好招呼了，出了事儿他顶着。如果事儿闹大了，我会亲自给国防部郑介民次长打电话，所以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积极配合稽查大队，跟他们干。我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不会亏待军统这帮弟兄。老站长您放心，今晚这些兄弟都听您的。好，拜托了。这列车进哪个道？第2道。你把马扎给我放到铁轨中间去。养子公司，老子今天晚上就跟你们干上。奇了怪了，是不是北平的水有问题？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老实过？没一个人说话。队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这不能什么事儿总让你一个人担着呀。什么困难？特种刑事法庭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担不了？我说该记住的事不记，一个个琢磨我干嘛？问你们个问题，你们回答。今天本该是什么日子？你自己说吧。报告队长，今天是我原定的婚期。队长，这不大家突然被派到北平来了吗？我耽误你了。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些东西是专供北平局以上那些人享受的，我们不吃，百姓也没份儿。常武的婚期延迟了，今天晚上这酒还是要喝。我们把酒打开，为常武和新娘干一杯。喝完之后，我带你们出去打一仗去。开酒！大圣，好嘞，都有了吧？有。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喝呀！是。刚接到消息，今天晚上11点，从天津运来的一列本该配给给东北学生、北平学生教师的1000吨粮食，国军第4兵团要拉走800吨，公然抢夺民食。我们现在就去车站，一粒粮食都不能让第4兵团的人拉走。听我的命令，常务、袁刚，到！你们2个留在这里，其他的人跟我走。是。队长，队长，队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无非就是咱们跟第4兵团的人去干一仗。队长，我陈长武不要这样的照顾。队长，我也不要这样的照顾。行动有危险，更该一块去。我家里有老娘，咱们哪个弟兄家里没有亲人？如果您坚持不让我去的话，不如现在就让我退伍滚蛋吧。起因祸福必趋之。好，出发！马主任，您看，这车马上就来了。王一航，局长，我在呢，我在呢。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呢？现在还没到12点呢。方大队长说了，12点前他准到。哎，什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哼！识相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啊！不走你们就等着。好，我们等着。戡乱救国时期，敢和我们抢军粮，我倒要看看来的人是谁。找死的东西！混账王八蛋！你刚才骂谁呢？啊！你一个小小的中校，我告诉你，你们陈副总司令都不敢骂我，知不知道？嘿，你骂我，你再骂一句啊！马局长，你喜欢骂人，我们还真没工夫陪你。哼！与共军决战在即，敢和我们抢军粮的，我的任务只知道抓人杀人。好啊，那你现在就把老子抓了，你过来抓！你怕呀？啊，你个狗日的！你抓！你怕？你抓！你都别动！国防部保密区，都别动！你
连长，把他们血口缴了。是，季连长，过来。告诉你们了，这是国防部保密局。走，拿回来，快！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还敢动手，知道后果吗？枪毙！抢夺国军军需，破坏前方军事，什么他妈国防部保密局，都给我抓了！快！好，季连长，把马局长也请到那边去。是，马局长。你个狗日的！啊！你目无政府，目无党国，居然敢抓老子！有种，你向老子开一枪！你开枪！开呀你啊！马局长，我劝你把手放开。我不松！你把你们司令李文叫来，他来了我松手。我们就是受了李司令的命令来的。马局长，松不松手？不松！你向老子开一枪，手不就松开了吗？你开！哎呀！走，快！扶到！据华北剿总国军第4兵团密报，共军野战军20余万兵力已从石家庄、保定各据点向北平之定兴、房山、良乡、长辛店推进。3至5日，以上4处将与共军发生激烈战斗。北平之共党必将暗中配合共军此次军事行动，挑动学生市民发起反对政府之风潮。曾督察可达务必切切注意，引导5人调查小组平息75、79学生风潮。我是曾可达。可达同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大事。出什么大事？国军第4兵团突然到了北平火车站，要将天津运来的粮食拉到第4兵团去。方茂敖大队马上也要来北平火车站。马汉山和他民调会的人没有在火车站吗？他们早就在这里了。听说国军第4兵团要拉走那车粮食，就通知了方茂敖。方茂敖大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好，你们继续观察，有任何情况，随时报告。是。我是曾可达，有急事要向建峰同志汇报。好，谢谢。喂，讲话。我是曾可达，建峰同志，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北平学生聚集华北剿总抗议事件影响非常不好，全国好些报刊都做了负面的报道。明天的影响还会继续扩大。讲讲北平的情况。是，建峰同志。今天上午，民调会向5人小组报告，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将会运送1000吨粮食，在今晚抵达北平。这1000吨粮食是配给给北平的民食，但刚才接到报告，国军第4兵团1个连突然抵达了火车站，声言这1000吨粮食中有800吨是调配给他们的军粮。建峰同志，我是这样认为的：扬子公司
不但掌控了民实调配这一块资源分配，而且还染指了国军军需的军粮分配。这一定是扬子公司拿了央行的借款，却没有把应该配给的民实供给北平。现在我们查缉了，他们便利用国军以军粮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在民实调配的贪腐。你准备怎么处理？报告剑锋同志，方梦敖带领经济稽查大队已经赶赴火车站。是你让他去的？不是，根据报告，是民实调配委员会直接给方梦敖打的电话。方梦敖带队出发前没有向我请示。方梦敖大队只有20人，他们的安全问题你考虑了吗？蒋经国不问方梦敖的特立独行，反而只关心方梦敖的安全。曾可达有意不立刻回答，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情绪。可达同志，有什么顾虑吗？没有什么顾虑。剑锋同志，方梦敖和他的飞行大队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向剑锋同志保证。好，今晚民事调配委员会和第四兵团发生冲突之事，你去处理吧。军心不能动摇，民心也不能动摇。是，剑锋同志。王副官，蒋经国重用方梦敖，曾可达一直心存疑虑，保留有自己的看法，却又担心剑锋同志怀疑自己妒忌人才，既不敢进一步坦言心迹，又不能放手控制方梦敖。今晚发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蒋经国依然如此，听任方梦敖的率性而行。念想至此，他有了主意。长官，准备便服。马局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我们这都是奉军事命令行事的。弟兄们要是真伤着你，我不好交代的。对呀！怎么的？我不做，你们俩还敢开枪啊？坐下！哼！我数3下，你们要不开枪，你们李司令就他妈是狗娘养的！1、2、3，开枪！开枪！哼！不敢开枪就他妈给老子滚！第四兵团都他妈狗日的！华大队长，你都看见了吧？啊！你看，你到底管不管？管什么呀？这粮食啊，这都是明天等着给学生发的配给粮。今天晚上只要让这帮狗日的给拉走了，那明天一大早，我告诉学生，就得重新包围华北剿总。那副总司令还得向南京告状，那你们5人调查小组不还得找我民调会吗？都给我加快速度，1个小时之内办完。看到，都听见了吧？啊，再不动手，我告诉你，就来不及了。哼，狗日的第四兵团！你们他妈真有出息，还像个军人样吗？从学生嘴里抢粮，狗日的！可老子，狗娘养的，我他妈倒要看看谁敢动手！都听见了吧？啊！你过来问问他，
什么番号、什么职务，骂谁的娘呢？好。他说了，国军第4兵团特务营长啊，戡乱救国时期，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说狗娘养的骂咱们，就算客气了。原话。走。国二大先说，什么番号、什么职务，叫什么姓名？尊驾是国防部派来驻京的方大队长吧？我是国军第4军团军需处处长赵广达。赵处长，幸会。幸会。我是国军第4兵团中校特务营长胡安强。方大队长，幸会。7月5号，在北平参议会带兵枪杀学生的，是不是你？我是第4兵团现职特务营长，一切行动都只听兵团的命令，也只向兵团长官报告。那你告诉我，7月5日带兵枪杀学生是谁下的命令？我已经说了，我的一切行动只向兵团长官报告。那好啊，我就带你去见你的兵团长官，当面听听你的报告。哎，别打队长，别打，分队长，别打！都别过来，把枪放下！放下！哎，这回知道谁厉害了吧？啊，你是不是没见过国防部长官呢？哼，你不是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吗？啊，方大队长，这几个都得带到5人小组去。那我现在就安排装粮了啊！来，都过来！走，让他们别动！别动！方大队长，那都自己人，民调会的。那你过来，你也过来。啊？那叫咱们俩的，来，快点儿你啊！这车粮从哪儿运来的？运粮的手续呢？给我看一下。方大队长，我这还用看吗？这不是白天的时候，我向5人小组都保证过，这车粮食是我们民调会在天津购置的。哎呀，这提货档案在这儿呢。你的呢？没有。方大队长，上面写的很清楚，800吨。哎呀，这扬子公司，这心真他妈黑了！一家货买2个主，押车的都在那尾车上呢，是不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国强，到，带个人把押车抓过来。是，别动，不动。哎呀，快点，退什么退？快走，快点！哎呀，你不要给我动手动脚的啦！快点！我脏死了这个地方。哎呀，马局长，赵处长，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们2家协商解决嘛？啊，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天津去呢。我脏死了这，我先回车厢里去了。我们走。不要！你什么人啊，敢对我们这么凶？打电话给寇总打电话。你们谁是北平车站的负责人？电话在哪儿啊？孔副总啊，白天你们孔总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今天这1000吨粮食给我们运到，怎么又出了一个第4兵团的军粮啊？还是耍人没这么耍的。谁耍人了？谁耍你了？市场这么萎缩，交通这么困难，国军要粮，你们民调会也要粮，我们上哪弄这么粮去？我告诉你，马局长，我们的生意是和南京方面直接谈好的，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们孔总？那好，国防部调查组就在这儿，
你现在当场要说清楚，这1000吨粮食是给我们的，还是给第4兵团的？说吧。行了，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通知我们今天要有800吨粮食让我们运走。可现在我们的人被国防部的给抓了，这事儿怎么说呀？是国防部的？请问是国防部哪个部门的？回答他们俩问话。我是不会回答他们的。不管你们是哪个部门的，都没有权利让我在这儿回话。你们谁要是不明白，打电话给你们上司，向南京方面问去。就是。韩局长，这车粮食你们还下不下了？要是不下，剩下的我可拉回天津去了。去，我们走。走。把人抓了！好，老实点，别动，什么？干什么？走啊！今晚这车粮食全部运回军营。联合2明天上午叫5人调查小组处理。白带走，走，走，走！哎呦，快走，轻点，快走，快走，走！这什么事啊？快走，走吧，2位。别动，快点！啊，走！你让钱副处长去5人小组。是。喂，华北剿总司令部，我是国军第4兵团，是5人小组组组长吗？副总司令托我向你传话，向你严入抗议。往前，谁到北平来的？战事搅乱，为什么派人帮我飞2场了？不了了，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不了了，指挥吧！5人小组到底要干什么？临时调配委员会到底要干什么？是贪疯了吗？共军都要打到北平城，即将与共军血战，天动了全上包围我华北城的军区，特地的专下人来之，第4兵团的军粮，抄我们的军粮。中央银行的钱，银行的钱，到底说到我们供应委员会没有？啊！我们这个时候派人来抢夺第4兵团的粮和的钱，不买粮，心何在？得抢我们的粮！你们到底是剿总司令部还是第4兵团？啊？你们的电话局是怎么搞的？我不管。明天早上我们还拿不到那1000吨军粮。是带人把你们院子围了！好，我马上开会。我们5人小组立刻开会调查。喂，内线吗？给我接通曾督察房间电话。喂。喂，内线吗？曾督察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听电话呀？对不起，那就是无人接听电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心里总该清楚。买粮、提粮的单据可都在这儿，你们自己看看。买粮的单据是北平民调会的，提粮的单据是第4兵团的，粮食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扣下来的。这3条似乎跟我们中央银行都没有关系吧？杜总稽查刚才说这件事儿我们中央银行清楚，那这2个单子，想看我也不能看，免得人家以为我们央行真清楚内情。真想看，等曾督察回来一起看。徐局长，您都看到了，物资供应委员会的军粮和民调会的配给粮，居然是从一家公司购买，而且还拿了中央银行的拨款和借款，竟然连1粒粮食都没有供应，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岂有此理！一定要查，要彻查。徐局长，您的意见呢？当然要查。这件事还不查，那就真正没有党纪国法了。杜总稽查，钱跟账你们财政部尽管查，我们中统跟军警负责抓人，你说抓谁，我就抓谁。
马局长，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拨给你们北平民调会的款是购买1万吨粮。你们购进了多少？是怎么配给的？除了这1000吨粮，其余9000吨是从哪儿买的？杜总呢问的这个问题呢，我得先回去查一下账，然后再查一下这库存粮食，我才能知道。共军的部队已经打到房山良乡了啊！怎么着？难道说我们第4兵团的弟兄得等你们查完账，查完库存才打仗啊？你们第4兵团打不打仗关我屁事啊！啊！你们今天晚上抢的是我们民调会的配给粮，你知道吗？你们有能耐找国防部稽查大队要去。笑话！这简直就是笑话吗？王汉山，我告诉你，破坏前方军事，自然有副总司令和第4兵团的长官找南京说去，反正你脱不了干系。我脱不了干系？哼！那你就把粮食拿走。你看看明天学生会不会再去包围华北小总抗议？你把我话放这儿。如果这个责任你能担得起，你就拉，我帮你装车，你拉吧。是。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徐局长，您兼着警备司令部的职，我现在以5人调查小组组长的名义向你授权，你可以抓人了。杜总稽查也犯不着说气话，有矛盾就解决矛盾。刚才你把责任往我们中央民调会和中央银行推，现在又叫徐局长抓北平民调会和第4兵团的人，人可不是那么好抓的。那也不见得吧。方梦敖方大队长不就抓了几个人了吗？该抓的还是得抓，只要不抓错就行。依我看，就凭这张向扬子公司提粮的单子，就可以再抓人。那1000吨粮食，明明是白天我们5人小组说好了运给民事调配委员会的，那个卖粮的公司，怎么又敢把这些粮食再卖给第4兵团？现在第4兵团反过来责怪我们5人小组，5人小组的人还不敢说什么，这就奇了怪了。杜总稽查，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办。通知方大队长，把那2个什么公司的人押过来一问，我就不信供不出几个人来。徐局长，那你立刻命令方大队长把那几个人带到这儿来。方梦敖归国防部管，这个令得曾督察下。我们也都是5人小组的，这个事情我可以干。不过人押过来以后，还是要跟曾督察一起审问。来，接方孟伟副局长。方副局长吗？我是徐铁映。你马上带一队人，找到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方大队长，把他抓的那2个今天晚上押粮的人，马上送到5人小组来。对，马上送到。方副局长，方副局长，方副局长，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去跟方大队长说，总会去放了你。这样放了我们就没事了，就要到南京去，毙了那个靠我们的人，我绝不罢休。闭嘴！你是北平警察局的？麻烦你过来，把我们俩放开，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嘛。他们什么人？扬子公司的。你说他们赚钱，弄得我们自己人也戴手铐，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先委屈一下，方大队长呢？
在那边。大哥，你来干什么？要来应该是徐局长和曾督察来，带着你的人回去吧。五人小组让我来的。大哥，你干的事情都对，可是你没有干过军情，有些事情不能这样处理。你教教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先把第4兵团和军统的人放了吧。5人小组现在等着我把扬子公司那2个人带回去问话。抓一件事就抓一件事情，你别把事情牵涉太宽了。你过去。这扬子公司的人和央行北平分行有什么关系？不会没关系吧？你说那2个人和央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有没有什么关系？北平警察局那么多副局长，徐铁英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偏让你来？方副局长，你是干军警的，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但你要真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就不会傻傻的带着人来接受这个任务。我可以不认央行北平分行那个行长这个爹，但你做不到。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不应该来，明白吗？既然来了，就听我的。第4兵团和军统的人交给你了，放不放你来处理。你带着你的人和我的截查大队，把粮食送到兵营去，一带到沟渠给我丢了。稽查大队所有人，现在都听方副局长的。郭金阳跟邵元刚跟我走，把扬子公司的2个人送到5人小组去。是。方行长真出去了。孔总啊，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呀。行长晚上不到12点就出去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能坐得住呢？等方行长回来，一切都解决了。什么等他回来？事情就是他那个混账儿子闹出来的。是。10分钟，啊，我就给你10分钟，好，立刻把那个方不停叫过来，让他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我把他那个混账儿子闹的事摆平了。你告诉他，他这个行长明天就不要当了。好。行长，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给我，把电话给我。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还有什么混账话要说吗？回话。你不是出去了吗？我为什么要出去啊？那为什么你一个晚上都不接我的电话？你的儿子抓了我的人，扣了我们扬子公司的粮，你又不接我电话，你们到底要干什么？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抓你的人，扣你的粮，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队长方孟敖，不是什么方不停的混账儿子。想要他放人，让他退粮，可以去找你的父亲，也可以去找你的姨父啊，让他们去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兼总统亲批的铁血救国会会长，你敢吗？这是我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是中央银行正式任命的北平分行行长，不是你们扬子公司哪个部门的行长。我可以接你的电话，也可以不接你的电话。第三个问题，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们从中央银行拿走了那么多拨款、借款，仅北平分行就拿走了几千万美元。这个窟窿，我还真不想替你们守。明天我就拿着这些坏账、呆账，去上海找于鸿钧总裁主动辞职，
让他来替你们擦屁股。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不停就要挂电话了。方行长，你对你刚才说的话可要负责任。向谁负责任？我没有任何义务向有些人的混账儿子负任何责任。你说这个中华民国还有药可救吗？行长，中华民国不是你能够救的。想想咱们这个家吧，孟伟今天来的电话你也听见了，孟敖已经带着扬子公司的2个人去了5人小组，我估计啊，明天南京就会插手。孔家、宋家，只要真的往下插，5人小组根本顶不住，他们也不会顶，最后这些事儿都得落在孟敖的头上。当然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会给他撑腰，那孟敖可真成了两边争斗的一把枪了。崔中实今天和孟敖见面了吗？你不问我还真不好说。这么说他们见面了？今天白天孟伟去见了崔中实，和他摊了牌，让他不要再见孟敖。这孟伟又搅进去干什么呀？如果崔中实是共产党，难道孟伟还真要放他一马？我已经把一个儿子搅进去了，我可不能再把另一个儿子赔进去。这么大的事，你也瞒着我。内兄，我这个姑爹也不好做。我的这2个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可不只是他们的姑爹。就像我看木兰，我可从来没把她只当外甥女看。这个时局啊，撑不了多久了。我为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卖了半辈子的命，也对得起他们了。这个时候，也只有你才能帮我呀。别提帮字儿，内兄。其实咱们2家早就是一家了。孩子的事儿，你说我去做。不光是孩子们的事儿，还有行里的事儿。你要盯住崔中实，要尽快把他管的那笔账全部接过来查清楚。如果他真是共产党，就有机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贪腐，把内情继续透露出去。进账走账都在他的手里，他完全有机会把那笔钱转到共产党的手里去。最后他一逃了之，孟敖可就真成了替罪羊了。真要是这样，我现在就去崔中实家，把他带到行里，让他交出所有的账。现在已经3点多了。明天一早看看5人小组那边闹出个什么结果，然后你去找崔中实，我去找何其仓，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让他打通司徒雷登的关节。然后我去求顾维钧大使，给孟敖活动一个驻美大使馆武官的职务，让他尽快到美国去。何校长会帮这个忙吗？10年前我们2家有个约定，孟敖的妈和孝义的妈都说好了，只要是2家的孩子一大，就让孟敖娶孝义。我看他们这几天相处的还不错，
何副校长为了自己的女儿，也会去求司徒雷登大师的。这步棋知道往下走。押下来吧。是。快走，进去。就是啊。你闭嘴。王队长，辛苦了，请坐。自己打开手铐，接受问话。你们5人小组谁是国防部的？谁管经济稽查大队？什么意思？哪个部门靠的我们，哪个部门给我们打开？你们5人小组到齐了再跟我说话。岂有此理！国强，把钥匙扔园子里，扔得远远好。是。杜先生，请坐吧。人是我铐的，现在钥匙没了，谁也打不开了，就让他们永远铐着，您看怎么样？你们敢动啊？来人，到！再有骂人的，立刻抬出去，扔外面食堂里。是。再开会吧。12点钟开始的，一直在开。开出什么结果没有？能开出什么结果？杜总稽查一直在催着整理。方大队长来了吗？刚来，还押了2个人。将军，3点钟开始，南京2号专线就一直在给您房间打电话。现在是4点，5分钟前还打过，让您回来以后立刻给他们回电话。你去开会的地方看看，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我还没回来。是。报告建峰同志，我去见梁经纶同志了，我必须调查清楚，方梦敖今晚的行动与共产党有没有关系？这很重要吗？经济稽查大队到北平就是执行反贪腐的任务，这一点在南京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方梦敖大队今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把他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吗？今晚我就不断接到电话，有指责方梦敖大队搅乱北平战局、破坏戡乱救国的电话，也有向我求情，希望我立刻放了扬子公司的人，以免造成负面影响的电话。这些人没有把账算在共产党的头上，是算在我们铁血救国会的头上。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坚决反腐的行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反对。一个晚上你不在5人小组参加会议，去调查什么方梦敖的行动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难道一切顺应民心的事情都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吗？是，不是？建峰同志，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我想把这么做的目的向你做简要汇报。可以，讲吧。谢谢建峰同志。建峰同志，我完全拥护并理解建峰同志的教导。当此党国危难之际，我们不但要在正面战场和共军决一死战，更重要的是在后方严厉整肃党国内部的贪腐，和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方梦敖大队进入北平之后，就立即获得了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尤其是
北平各大学和东北的流亡学生，他们对方梦敖大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希望。这足以说明建峰同志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我感觉自己的肩上担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担负着建峰同志关于用好方梦敖大队的艰巨使命。对不起，建峰同志，我的汇报是不是不够简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着讲，讲完你的想法。是，建峰同志。那天接受你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在领会你所说的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关键是要用好的指示。为什么用人还要疑，疑人还要用呢？这是因为党国已经到了人才很少、蛀虫很多的地步，怎么样才能在全国战场和共产党一决胜负？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后方战场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所以我理解建峰同志启用方梦敖，正是看中了这个人只认理不认人，愿做孤臣逆子的长处。正因为这一点，他才敢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会不认他那个行长父亲。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把楔子，楔进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这块铁板里去，打贪腐，打私产，帮我们在北平争经济、争民心。因此，方梦敖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们要用；有关系，我们也要用。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建峰同志的思想？有这个人设已经不了，郑克达同志。那么你准备怎么落实这个人设呢？报告建峰同志，我的想法是，利用崔东实不敢暴露自己真实身份，更不敢暴露共党组织的弱点，让方梦敖怀疑崔东实不是共产党。方梦敖一旦认为崔东实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方梦敖以前是否被共产党发展过的那段历史，放手使用它，彻查北平分行和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梦敖的一切行动，也就是在执行建峰同志的指示，而不是在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方梦敖明白，共产党希望干的事，我们正在干。这样，你就能真正达到建峰同志关于跟共产党争人才、争经济、争民心的目的。是不是病了，柯达同志？没有关系，建峰同志。也许是这几天没有睡觉。建峰同志，关于我刚才的设想对不对，请你明确指示。你有这样的人设，有这样周密的思考，我完全可以不再给你任何明确的指示了，送你一首龚自珍的诗作为回答。建峰同志，请等一等，我拿笔记。不用，这首诗你也会背。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个将人才。上天念在我这片苦心，一定会多奖几个你这样的人才，包括方梦敖那样的人才。建峰同志如此信任，柯达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建峰同志，5人小组还在等我开会。扬子公司
被方梦敖扣押的那几个人，正在等着如何发落。我该怎么处理？再过半个钟头，总统和夫人都会起床。我估计北平的事，他们很快就会通到夫人那里去。我也不会睡了，就在这里等总统官邸的电话。如果这样的事夫人都不识大体，帮他们说话，我就立刻解散无人小组，让他们回南京。你代表国防部继续留在北平，支持方梦敖，拥好方梦敖，查崔中社和他背后的组织，查北平民社调配委员会，查央行北平分行，查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一路彻查下去，真正贯彻我们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宗旨。完全明白，坚决执行。哎呦，要死了！怎么还没给我们解开手铐啊？安静点儿。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代表国防部负责的？南京方面的指示你们也听到了，什么5人小组都解散了，谁给你们的权利？还不把我们放开？二位，请稍安勿躁。等北平分行的人来了，看他们能不能解开你们的手铐。这是铁血救国会精心布下的一个局。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又要进一步让孟敖怀疑你不是共产党，要么逼你暴露身份，要么让你否定自己的身份，让孟敖跟党脱离关系。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相信党，相信孟敖同志的觉悟。他选择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你崔中士一个人。因此今天去了以后，你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你就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你不是一个中共地下党。你要利用民事调配委员会和扬子公司必须掩饰贪腐的弱点，还有徐铁英想在这里边占有股份的弱点，让他们去和曾可打斗。我明白怎么对付。谢经理，您就不要去了。是方行长让我陪你去的，我必须去。走吧。报告，北平分行的人来了，请进来吧。是。王副官，到。再搬把椅子。坐下吧。
你姑父陪着崔中实接受曾可达和你大哥的问话去了。什么？